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在昨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影片，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影片的内容呢，其实是来自这个频道的主播。那他今天做这个内容呢，其实是纯属搞笑而已啊。但是我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观众，因为有一些观众真的跟我反馈过，他们的 R5 账号真的被偷了。他做了一个影片，说关于他如何偷到 R5 职位。也就是国王的职位啊，然后要挟对方给他3000块美金。那他到底是怎样做到的呢？一开始他是搜索如何利用网络来赚钱。那刚好他看那个影片是来自 Chisco 啊，我这个频道穿插了2个主播，这个是他前2天所制作的一个影片，根据日期来看应该是前不久才发生而已。那他这个对话是说要求对方给他3000块美金，否则他会在24小时之内解散 DNT， 这个应该是联盟的名字，还有整个王国。那他所威胁的王国是2905，还要求对方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他的 R4、R5。那或许有一些观众会觉得说啊，他有这样大的权力咩？国王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解散王国咩？事实上，国王是没有办法解散整个王国的，但是他有办法做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解散联盟。如果你的联盟是刚建立不久，或者是其实等级没有到很高的话，其实你会觉得无所谓啦，解散不是解散啦，重新再建国不是可以有啦。但假设说你的联盟已经跟960一样啊，已经是满等级了，有彩虹响，那就不一样了。并且建立越久的联盟里面的科技那些全部都是已经提升满了，假设解散的话就要重新提升过。这个是对联盟的影响。假设是整个王国的话，它可以直接开放移民，它可以把移民限制开成无上限，然后让全部玩家都移民过来这个王国。当那些人进来之后，他就可以开放联盟给那些移民进来的人，让他们迁城到第3区去烧毁任何一个当地的玩家，导致当地的玩家只能选择弃坑或者是移民离开。所以这里所谓的解散王国呢，就是让整个王国进入毁灭状态。那你们真的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实际上是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我现在居住的王国1121之前就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这里我就长话短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实际上国王的职位并没有被偷，但是那时候他们是正在招募移民，有一批的韩国玩家他们已经图谋不轨了，就跟对方说他们到底有多少个玩家会移民过来1121，然后要求1121的玩家开放10分钟的移民，让他们迁城进来。没有想到这些韩国玩家移民过来之后，去到第3区之后就烧毁任何一个玩家的城市。当地的玩家意识到情况不妙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去讨论区求救，还有去到不同的群聊里面跟其他的玩家求救。比较幸运的就是有玩家真的组织了一个团队移民过去1121，帮忙当地的玩家清掉入侵者。那时候移民是没有冷却时间的，各位要记得。不过也还好啦，当地的国王他是拿着国王的权利，如果当时候他是已经把国王的职位交给入侵者的话，他就可以直接关闭掉移民限制，入侵者就会让自己的团队肆无忌惮的去摧毁其他的城市。这个故事是真人真事发生的，那详细的说明呢，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啊，这个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所以就算自己手头上拿着国王也好，也是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啊，不只是你的账号被人家入侵了，或者是你把国王的账号交给别的玩家，所以每一个移民进来的玩家，你们都要审核。这个原因也算是为什么之前玩家一直跟官方反馈说，每一个玩家移民进来都要显示通知，还有移民冷却。虽然我自己本人也不是很喜欢移民冷却啦，但是它是确保一个王国的安全，不会让大量的玩家在同时间移民进来。那么回去讲他的那个影片里面还有讲什么东西，这个主播就从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他想要效仿那个人的做法，去获得 R5 的职位，然后威胁对方。一开始他是用自己的小号问对方说能不能给他1分钟的 R5， 那我相信正常的 R5 呢都是不会把账号给他的。后来他换了另外一个账号，算是自己的主账号吧，就跟对方说能不能进入他的账号，他想要买礼包给对方，当然也是被拒绝了。那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要回复他，一般我看那样子的信息呢，我都是不会回复的。他就读了一本书叫如何让对方信任你，然后他去到一个网站，他是可以把你的文字转成语音，但是他这个是印度腔。他这里所写的内容是，他是来自微软的技术师，发现到你的王国有病毒入侵，请把你的 R5 职位交给他，他可以帮你处理。他就把这一段话变成语音，然后把那个语音发给对方。
结果对方真的交R5给他了，我这个真的不敢相信。然后后面我去搜索他这个账号才知道，原本他这个账号就是在这个王国里面而且战力算中等级吧，然后他的击杀还算可以，所以他制作这个影片确实是拍段子而已，也就是开玩笑而已啦，大家不要当真。我相信正常情况下，一般的国王不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之后直接把R5交出去的。他这个账号依然还在主联盟里面，所以我推测他应该就是这个联盟里面的玩家，只是闹着玩而已。然后当对方意识到我的账号被偷了，他就跟他讲，你应该要看 Cheat School 的影片，关于R5是怎样被偷的。这边是趁机打了一波广告了，我不懂有没有收钱啊并且跟对方说，你必须要给我3000块，否则我会摧毁掉这个王国。原本对方还会恳求他，但是后来他又发了一样的语音就是我前面所讲的，把你的文字转成语音，有印度腔的。他那个影片大致上讲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但是我可以很严肃的跟各位讲，其实你的R5交给别人，或者是被偷账号的话，问题的严重性是比这个更加糟糕的。被对方威胁要你给钱了，这个还算是比较小的事情而已。更加严重的就是像我之前有提到过的，账号被骇客入侵，然后删除掉 KVK 里面的要塞，这个是比对方威胁要钱还要严重上百倍的。为什么？因为你在 KVK 里面，对方的实力是比你强很多，甚至威胁者是不需要花费任何的金钱就可以要对方去摧毁你们的城市，在你身上拿不到钱，他反而可以跟对方交易，他就跟对方说，你给我多少钱啊，然后我就把这个王国里面的要塞全部拆掉，让你们进来，然后清零全部玩家的城市，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是在领土上面，所以城市里面应该是没有预备先放驻防统帅。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是时常要求，假设你不在线的话，一定要开泡泡，或者是回去安全区，不能因为自己在领土上面而下线。那其实有发生过很多次类似的案件啊，但是至今为止还是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在之前的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我就有提到，我有一位观众，他的国王账号是被入侵了，然后入侵者是购买了大量的移民令，总共有上百张。购买移民令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是它是直接消耗掉整个联盟的积分了。积分对于打仗的王国来说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还开放移民，让其他的玩家移民进来，试图摧毁掉这个王国。这个事情呢，就是之前他们所提到的3000块事件，就是来自这个王国。那当然管理层是不会答应给他们啦，所以他们就开放了移民。他们的管理层有用别的方法，就是用另外一个联盟切断主要联盟连接上神庙的位置，但是移民依然是没有办法关掉的，所以他们的王国一直不断的被入侵。另外一个案件就是副盟 R5 的账号疑似被代打收买了，删除了要塞，并且把联盟里面的玩家全部踢出联盟。所以各位真的要小心，账号不要交给任何一个人，就算真的交给其他人，记得开2级密码，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像国王、盟主、官员的职位，千万不要交给其他人，否则当事情发生之后，你们是没有办法去拯救自己的联盟，甚至是王国了。但是我坦白说，这个游戏里面你不分享账号是真的比较困难啦，因为这个游戏当打仗的时候，其实消耗的时间是比一般的游戏还要更长。你们看我直播打 KVK 就知道了，我自己一个人都要打超过12个小时以上，那我休息的时间谁来帮我操控？所以账号是肯定有跟另外一个玩家分享的，但是你们真的要确保对方是安全的，是你们的朋友。因为就算你不是管理员，也不是国王也好，他还是可以拿你的账号分解任何的装备，分解任何的军器，并且删除账号里面所有的部队。这个事情是真的有发生过，你们不要以为开玩笑。甚至我现在手头上这个账号，我是可以删除他所有的兵力、所有的装备还有军器。甚至我现在是得到对方的信任了，我还可以跟对方要国王，直接解散联盟都可以。最后总结，虽然他这个影片是搞笑的，是假的，但是他所要传达的信息其实很重要。尽管这个只是游戏而已，但是会对你的账号、对其他人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